好，接下来关心美债现在遭到血洗，没有想到呢，原本是避险资金的黄金也崩盘了。全球资金现在转到哪里呢？根据了解，转向了中国吗？我们特别要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的电动车，现在全球逆袭重塑了产业的霸权。等一下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。好，本来想说呢，美伊战争打到现在，避险资金总该有一个不错的成果吧？结果呢，我们来看到美债殖利率在这个时候是狂飙特别来看到2年、5年跟10年，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一口气飙到了4.39%。大家在抛售美债的同时，黄金本来应该是避险的，没有想到黄金更是直接重挫，这是过去10几年来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怎么回事？美债为何遭到血洗？为何黄金同步下跌？聂老师怎么看 ？OK， 我觉得这里我要分析的话，我把两样东西要分开讲，有人会搞混。第一个叫美元，第二个叫美国的信用 credibility 啊。美债是跟信用有关，虽然它是用美元做基石。各位想一下，美元是什么东西？美元是国际货币，现在不能说是美国的钱，全球都用美元，所以还是虽然这 Bretton Woods System 在73年2月23号彻底瓦解，当然在尼克森总统在1971年的8月15号就宣布，但2月23号在1973年真正瓦解之后，美元还是一个霸主，它 hold 住了石油，做石油美元，当时是黄金美元嘛。所以美元是国际搭了 ，OK 是国际的钱，因此你会发现最近美元会涨，黄金会跌，因为大家觉得黄金这时候厚度不够，而且大家能源缺乏的时候会把黄金抛售去换美元去买他要的资产。这是黄金跌的原因，而美元会涨的原因。我现在讲的是美元，可这跟美国债情无关。美国的债，因为大家对你已经没有信心了，这国家的声誉，我刚刚讲的声誉这一次的不对称的这个战争，使得它的声誉和经济的受损，这个会输掉。因此你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它国债欠之多啊，36兆、38兆，甚至要冲向40兆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债务，它怎么去偿还？这是对它的不信心，所以对美债不信心。因此你会发现美债这个商品，这个 commodity 这个商品会发现它的 yield 会不断飙高，也就是 bond 的 price 啊，这个债券价格会降低，所以我要把它这样分开，这就是为什么最近黄金会跌，而美债当然价格会跌，殖利率升高的原因。我最后还要加强一个，我刚讲强调这个信誉啊，大家去爬搜一下，在去年10月，其实在10月之前，中国大陆它发行了非常多用人民币计价的债。这个债权发放的时候都认购率很高，结果在10月他尝试用了一个用美元计价的10年期债券。你美元是国际货币，你美国发他也发，债券很多人会认购，因为投资客很多啦，这样我想这个投行都会去认美元在认购率在2倍3倍，但是你要知道中国一发短期内它的认购率10倍。我要强调的这个美元大家可以用，但是信誉问题，美国真的在锐减，而中国在起来。不过最近的美元是有在涨，各位去注意一下就知道。好，这个是金融市场，我们关心它的一个波动可是呢，我们另外一方面在产业，现在看起来，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在此刻却因此受惠了呢？尤其我们要特别关心到有一个现象，就是美国的汽车产业，一边呢是在封杀来自于这个车厂要求封杀的中国汽车，另一方面没有想到是年轻人Z 世代的年轻人开始疯狂的追捧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，并且2026年初有一个调查最新显示，69%的 Z 世代是愿意购买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品牌电动车的。如果能够跟美国的品牌合作，那么愿意购买度飙升到76%。美国车厂联手要求封杀中国车厂，是出于什么考量呢？那为什么另一方面 Z 世代现在这么的疯狂追捧来自于大陆的电动车？杨老师怎么看？中国大陆的汽车的产量现在已经正式的超越日本啊，它的出口量，所以 BYD 在今天的全世界就是像是 Toyota、像是福特的这样子的车厂了。我在日本看到的广告，它所做出来的 BYD 的广告，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全世界大车厂，而且它的技术、它的整个就是服务，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，甚至超越。超越在什么地步呢？超越第一个，在它的设计，在它里面的一些小地方，让你感觉到很人性化的考虑。超越在什么地步呢？第二个超越呢？超越在它的整个就是电动为主，不再是耗用石油能源，而且现在
这个充电也越来越方便。那第三个超越呢？超越在它的价钱，便宜到你觉得实在是不买对不起自己。所以这三个东西在美国，他们过去是用所谓的这个生产过剩，或者是强迫劳力或者是剽窃造假。那现在这些攻击都已经没有用，那怎么办？就只好用保护主义，就保护自己美国的车厂。可是现在美国的车厂也不完全是美国车厂，他就说保护美国的工业或者是制造业。可是美国的年轻人看到这些东西，也就是它的设计、服务、它的价格以及它的电动车，那已经变成全球的趋势了。所以当然年轻人是愿意看到自己是不是能够有机会购买到。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。那台湾因为两岸关系，也把所有这些东西通通都这个自我保护。台湾的汽车业从以前保护到现在，人家韩国在刚开始跟我们台湾一样的保护，结果出现了现代这样这种国际品牌。台湾呢，到现在连引擎都还不会做，保护到后来，结果富了很多人，让整个社会穷了。可是现在呢，两岸关系更以这个理由来做保护。那我觉得其实它已经不是在保护，在做排他排外。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在国际这种攻城略地只会增加。然后呢，因为它符合时代的需求，它也符合整个现在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认知需求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说，除了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现在在国外受到欢迎之外，我们看到包括了欧盟国家，现在除了买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之外，包括干脆直接跟中国买它的汽车的它的零件等等的贸易额，其实是超越欧盟它买出口给中国的同类商品的。那2025年的一个最新统计呢，是中国车企全球销量也首次的超越日本，这些代表的意义，吕舰长又怎么看？电动车如何的超越燃油车或者是油电车，主要建构在2个部分。第一个，也就是它的加油时间，就是充电时间。如果它的充电时间跟现在大家使用燃油车的加油时间是一样的话，那使用电动车的意愿会更高。第二个呢，也就是低温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讲到的各国都有低温的现象。你一低温，你电充不进去，或者是你甚至车不能跑，这是什么状况呢？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比亚迪它做的，我们看到它的充电站竟然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？代表说它在10分钟之内它可以充完电，不然的话它应该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单一的朝外，不然这样子前面挡住了，后面怎么出得来呢？那比亚迪还做了展示给大家看，也就是它充电70%，也就是我们一般通勤可以使用的，只需耗用了4分51秒。那他说它的充满97%的话，只耗用了8分44秒，所以大家开始使用率变高了。为什么充饱是97%？其实是因为当你踩刹车的时候，它会回冲的，那所以它已经预留3%。那但是我刚刚讲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如果在寒带怎么办？那中国大陆的那个漠河，这个漠河市可是那个冷起来零下50几度都有可能。对，比亚迪也想到了，他说在北方极寒环境下充电到底能充多快？它是模拟在哈尔滨零下20度，它整个外面结冰的状况，它充饱耗用了那个，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97%，它耗用的时间只有11分7秒。那这个状况其实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龙头，就是产业那个特斯拉，它追不上的，而且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比亚迪的车子里面坐一坐，你觉得那是一部车吗？不，它是一部大型的穿戴系统，它跟你身上所有的资讯全部连接在一起。